巴菲特这一世的威名准备毁于一旦了，他这一次竟然押错了，我自己呢也准备跟着破产了，甚至无论你是选择躺平还是去拼一下，也是突然了，因为这一场金融核弹还是发射了。大家现在终于意识到日本真的要崩盘了，那你可能会觉得日本崩盘关我什么事呢？因为无论是97年还是08年的金融危机，只要你一条一条线索查下去，你会发现每一次点燃炸弹的源头呢，不是美国资本家，而是日本了。什么意思呢？现在全世界只要你有点钱的，都在说一件事，就是现在日本连自己国家的债券都卖不出去了，也就是说全世界再也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日本了。而日本现在欠的钱呢，是1300兆日元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这1300兆日元想要还的话，就肯定还不上了。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是借新债还旧债的，用新借回来的钱来还以前的旧债，不断的利滚利。也因为这样，现在日本政府每赚4块钱回来，就要拿1块出来，不是用来还这1300兆的债，只是用来还这1300兆的利息。那么现在好了，最近日本政府拍卖它的日债，也就是向全世界借钱的时候，这个日债居然就流拍了，也就是居然没有人再愿意借钱给日本政府了。所以是不是说日本政府这个借新债还旧债的游戏现在就要结束了呢？当没有人借新债给你，你日本政府现在就不仅要还利息了，还要把之前欠下的本金都要吐出来。但你连利息都还不起，那你怎么还呢？而最恶心的是，日本的央行之前还不断的去升息，现在呢又要准备再升一次了。简单来说呢，你日本现在欠了人家的钱还不上了，也没有人借钱给你了，而且你自己的央行呢还要把利息提高，让你借钱的成本更大。所以你日本没钱，那就要赖账，赖账呢，日元就准备要变废纸了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扫医生。你思考一下，如果日本准备要崩盘，会发生什么呢？今天你是日本人，你手上的日元呢准备要变成废纸了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当然是赶快把手上的日元换这个美元啊、港币啊、台币啊之类的其他货币啊。当大家都在卖这个日元的时候，这个日元的汇率是不是应该就要崩溃啊？那我们去年年底的影片一直在说，我们把去年所有在美股赚到的利润都换成日元了。如果日元真的崩盘了，那我们就一无所有了。结果我们一看，这日元反而涨了10%以上啊！也就是说，我美股赚回来的所有财富直接增加了10%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日本没有人借钱给他，他还不起钱，这个是事实啊。连日本的首相也说了，日本现在的财政状况呢，比当年破产的希腊还要差。但为什么我手上的日元反而更值钱了呢？很简单，日元值不值钱跟日债危机没有关系，而是跟日本升息有关的。而过去这么多年哦，日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把利息压到接近于零的，就是你在日本去借钱，你还的利息呢都是很低的。但每一次只要日本升息，就会引发股灾，甚至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。比如说00年日本升息之后，就是美国互联网的股灾了；08年日本升息了之后，就是全球的金融危机了。而从08年开始，日本就再也没有升息，不断的去印钱，不断的降息，直到去年3月，这日本又再一次升息了。结果大家还记得吗？美股无脑上涨的牛市呢，在4月就出现了第一次的下跌，跌了接近6%。而去年7月，日本又再次升息了，结果8月美股就跌了10%。而今年呢，日本1月底的时候升息，美股从2月就开始跌，甚至出现4月份的股灾。你觉得这些都是巧合吗？为什么日本升息，但影响的却是美国，甚至是全世界资产都暴跌了呢？而最近日本又准备升息了，你觉得又会有什么下场了？为什么我们在去年就已经把大部分的美元资产都换成日元呢？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场金融屠杀的牺牲品，甚至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来跨越阶层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。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，等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，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，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，让你可以随时回来跟着去做。首先各位，日本的财政状况真的跟他的首相说的一样，比希腊破产的时候更差吗？日本政府借不到钱，还不上钱，日元真的会变废纸吗？
如果呢你只看数据，好像真的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在22年的时候呢，这日本欠下来的债占据了它 GDP 的260%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GDP 就是日本人一年能赚的钱嘛。如果日本欠下的债是他一年能赚到的钱的2倍多，那简单来说，比如说你今天日本一年能赚100万，但是你欠了260万的债，那么你是不是就要花2年半的时间啊，不能吃也不能喝，一点钱呢也不能花，然后把工作赚回来的所有钱都拿出来还债，然后才能把这个钱还清的呢？但是这日本欠下来的债不是日本的老百姓借的，而是日本政府借的，所以要还钱的是日本政府吗？如果日本政府要还钱，他们就要工作20年不吃不喝了才能把这个钱还清。那么你觉得这个钱能还得上吗？我们经常说啊，美债危机，但是美国的老百姓呢，其实只需要1年就可以还清美国的债了，美国政府呢也才7年了。所以如果你拿日本跟美国比呢，要死也是日本先死在美国前面。但现实是什么呢？这么多年，日本除了地震动也不太动了，甚至现在这个日元还升值了，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反而把自己家的钱都换成日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到的这些都只是资本家想让你看到的。日本的债跟美国就一样，是不用还的。日本政府欠下来的债有一半都是日本央行印出来借给他去花的。今天我央行印了100万借给你日本政府，你把这100万花光了也没关系的，因为你还钱给我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还100万，你只需要还利息。那么日本的利息是多少呢？是接近于0嘛？也就是说，日本政府借就借100万，但还钱呢，就只需要还最多就1-2万。而且我政府付给你央行这1-2万利息之后呢，你央行又要把这1-2万赚到的利息上交给我政府，这个就叫做左手转右手。所以虽然日本政府欠的钱越来越多，但他不用还了，这就是跟希腊的区别。希腊欠的是美国人的钱嘛，他是要还的，还不上就要去卖地卖资源了。但日本欠的是自己的钱了，不够钱就自己央行来印，印完之后就给你政府去花，花完了也不用还。而且日本的央行呢，他还拿着1万多亿美元的美债，美国人每年就要付日本400多亿美元的利息。这个日本的央行赚到这个利息之后呢，又会把这个利息上交给日本政府。简单来说呢，这日本政府一年不是要付1800亿美元的利息吗？那有一半是他付给自己的，也就是付给央行的，那就等同于不用付嘛。所以日本真正要付的利息其实只有900亿美元，而每年政府又会给日本400亿的利息，所以日本政府每年真正要付的利息呢，也就是他真正欠的要还的钱呢，其实只有500亿美元。只要这个日本政府可以弄到500亿美元回来，那么那一年的日本就不会破产嘛。那500亿是什么概念呢？一个巴菲特现在手上都几千亿美元了，你日本多拍几部电影，这钱不就赚回来了吗？所以真相是什么呢？日本的财政状况比大部分的人可能还要更安全啊！你30年的房贷你还不能失业，你还不上钱了，你这房子就没了。但日本呢，如果真的连这500亿都还不上，他还可以打开印钞机自己去印嘛，印完了就借给自己去花。最高的时候呢，70%的日本国债都是日本央行自己去买的。那这套玩法是不是有点熟悉呢？跟现在美国的玩法是不是一模一样呢？其实这一套玩法是日本人先用的，他玩的比美国还要过分。也因为这样，日元一直以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贬值的。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呢，日元不值钱，反而越来越多的人飞过去日本去玩，日本卖的东西呢就更便宜，卖的就更多，日本人呢反而就更有钱。日本是全世界第4有钱的国家，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不会布局日本的资产了，因为你买了股票可能是涨了，但日元就跌了，你最有可能呢还是平手甚至是亏钱的。也就是说，汇率的贬值会增加我们投资的难度。我们不仅要看对股票的方向，还要看对汇率的方向嘛。甚至我们1-2年前的影片还会说啊，我们还会去做空日元。但是这个世界永远不变了，就是变化。直到去年开始呢，我们慢慢的把美股获利的钱都换成日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日本竟然开始升息了。各位刚才说了，日本的债不可能还不起，对吧？因为再怎么样还有日本央行去印钱兜底嘛。
然后我们看4月份，外国投资者买了300多亿美元的日债，就创下了新高了。也就是说，全世界它是比过去买了更多的日债的，但是这一次的日债竟然就流拍了，就是日债竟然卖不完了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嘛，过去的日债买的最多的就是日本的央行，而全世界呢反而是不买的。而现在全世界都买了，但反而卖不完，那就只有一个原因嘛，就是以前买的最多的日本央行这一次没有去兜底嘛，不然不可能卖不出去的。也就是说，日本不是真的缺钱，而是央行它故意的不给钱了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嘛，它没有兜底之后发生了什么？这日债价格毫无疑问瞬间就变得更便宜了，然后利息呢就瞬间的提升了，这样央行呢就有理由去准备升息了，不然大家都会在银行低息的去借钱，然后买高息的日债无风险套利了。所以重点就来了，为什么日本这么想要去升息呢？有的人说啊，是因为日本这几年突然就有了通膨啊，这个央行呢就害怕通膨的太快啊，普通人就吃不起饭了，所以央行呢就不敢去印钱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很简单嘛，我们看这图，日本一直以来呢都没什么通膨的。如果真的要看呢，过去通膨最厉害的时候就是13到15年这段时间。那为什么会通膨呢？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市场上的钱变多嘛，然后就不值钱了，所以你买的东西就会变贵了，就会引发通膨嘛。那么当这个日本的央行看到通膨了之后，他做了什么呢？他不但没有去升息把这个钱吸回来嘛，他反而是直接打开印钞机去印钱，从150万亿日元印到了300万亿，就是嫌市场上的钱不够多，他还多印了1倍。也就是说，你通膨，他甚至还可以去印钱去撒钱了。那通膨怎么可能是日本真正想要去升息的原因呢？所以真正的原因呢，只有一个，重点来了啊，因为日本央行的真正身份其实就是美联储一家子公司，它的任务呢就是配合母公司，也就是美联储的命令。日本央行现在不去兜底日债，日债利息暴涨了之后发生了什么呢？就是全世界的钱都被吸引到日本去了。所以虽然说日债流拍了，但全世界反而比过去买了更多的日债，日元呢就疯狂的升值。简单来说呢，日本就配合了美国的资本去吸走了全世界的钱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说08年是因为雷曼的泡沫爆破了，所以才会引发金融危机了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个泡沫是怎么吹起的？你没有钱，怎么可以把资产的价格炒高呢？对吧？所以钱是怎么来的？这条蓝线呢，就是日本的利息。07年之前呢，日本长期都是零利息的。那么今天只要你在日本去借钱，你就不用还利息，你借不借呢？也因为这样，全世界就长期的疯狂在日本借钱，然后加杠杆的去买当时美国的次级贷，还有新兴市场的资产，就吹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泡沫。再简单来说呢，只要你没钱嘛，你就可以在日本去拿，然后拿去投资。所以全世界都充满着在日本借回来的钱。直到日本在07年升息之后，全世界借出去的钱很多都要被撤回来了，因为无数的人加了杠杆就要被迫平仓了，他们要卖掉手上的资产换回日元了，所以全世界资产的价格呢就瞬间的暴跌，而日元呢却疯狂的上涨。所以就算当时的日本只是升了一点点的利息，但是日元在08年呢却暴涨了40%。就是比如说啊，你之前借了日元，然后你把它换成美元去投资嘛，你可以换得到100亿美元。但现在因为美元贬值了，日元升值了40%，所以你还钱的时候呢，你就要还140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日本升息之后利息还是很低，但因为这个汇率，你还钱就要多还40亿美元了，很多人就还不起钱了，然后就只能贱卖资产或者是破产了。而这时候呢，这个美联储就天使下凡的说啊，我要救市，我要把这个利率快速的降到0，然后打开印钞机，不断的给美国的资本家去发钱，让他们拿着这些免费的美元呢，去全世界抄底你们破产贱卖资产。也就是说，日本的零利息就是负责吹起泡沫的，而日本升息，美联储降息呢，就是刺破这个泡沫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一次可能是巧合，那我们再看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。很多人只知道是因为美国升息，然后索罗斯去狙击这个泰铢，但如果你慢慢的查下去，你又会发现，当时的泰国有55%的债都是从日本以很低的利息借过去的。
而当索罗斯开始去追击这泰铢之后，日本就疯狂的跟泰国去追债，抽走了1900多亿美元的贷款，然后泰铢呢就被抛售换成日元，泰铢就疯狂贬值了嘛，然后泰国的汇率就崩盘，直接就被狙杀了。00年的互联网泡沫也一样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，在22年开始，美联储就疯狂的升息。那么按道理来说呢，美国提升了利息，借钱的成本变高了几倍，那么美国的企业它做生意的成本也要跟着变高几倍啊。那大家都借不到钱去投资跟做生意，那美股应该要下跌才是嘛？但结果就是美股却疯狂的开启暴涨的牛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全世界都在跟着美国升息的时候，唯独这日本它扛着维持着负利率。那么我是美国做生意的，我在美国借不到钱，但无所谓嘛，我可以在日本借啊。我在日本借钱是不用还利息的，然后投到美股上面，我可以去回购自己家公司的股票。而现在巴菲特告诉你美元要下地狱了，高盛告诉你美元还要贬值，美国政府告诉你美国的经济要衰退，而日本就告诉你我准备升息，这不就已经明牌了告诉你美元要贬值，日元要升值了吗？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美元资产换成日元的原因，就是避险嘛。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赚钱最容易的时候了。你去看看最近，只要川普讲一句话 ，Tesla 一天就可以暴跌15%；只要川普讲一句话，苹果也可以一天暴跌10%；太阳能行业呢，一天也可以跳空暴跌30%。这些都是我们不允许发生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止损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亏损15%的时候，其实你要赚17.6%，你才可以把你亏的钱赚回来的。当你亏损30%的时候，你要赚42.8%，你才可以把你亏的钱赚回来，而且还只是把亏损追回来而已，你还没有开始赚钱呢。所以很多人套牢呢，就是因为从10%的亏损开始了。长期你去这样交易，你只会输多赢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容错率，你只要亏一次的钱，就可以把你之前赚回来5次的钱都亏光了，这就叫做没有容错率。我们追求的是今天如果我投资100只股票，有99只都亏钱了，但每一只我只会1万，我是不是只亏了99万？但只要我有一只赢了，我就可以赚1000万，那么我最后还是可以赚900多万了。所以我亏了99万，是不是只是我的投资成本呢？我是不是可以大胆的去犯错呢？但为什么我每一只股票只亏1万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控制自己亏多少。而现在的美股市场呢，真正就是我们难以止损，难以控制自己亏多少，让我们容错率极低的这个时候。而且我们不是预言家，我们并不能知道明天到底会不会打仗，还是说地震，还是关税之类的。我们可以做的就只有大概率的事情。简单来说，我们跟你去赌会不会下雨，但我看到乌云了，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-70%的概率会下雨，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，我赚就可以赚走你100块。但如果那30-40%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，我亏就只是亏1块给你。长期来玩这场游戏呢，我只会输少赢多。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跟你赌博，但实际上我却是在投资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，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，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，包括股票、黄金、比特币，甚至是外汇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，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，因为我们将会在这个月下架了。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，这个报名费不用$100，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，直接免费。如果你错了之后呢，里面任何的福利都将取消了。所以我们投资全世界任何的资产，不仅要去看美国，更重要的是要去看日本，因为钱呢就是从日本流到全世界资产上面的。他只要把钱抽走了，收回去日本了，那全世界就会缺钱，一缺钱呢就会引发金融危机。而现在日本就是在配合美国，看着自己的日债卖不出去，也要去配合美国，准备去升息，把全世界的钱去抽干。那么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日本要去配合美国啊？日债这样暴跌，你日本那些持有大量日债的寿险公司不就亏钱了吗？而且你这日元去升值，那么日本手上拿着那些美债换回去日元的时候呢，不也亏钱了吗？甚至我听到有人说，日本它是可以抛售美债来去威胁美国的，因为现在美国的美债也卖不出去了。你看嘛，现在日本它拿着1.1万亿美元的美债
4月的时候呢，日本有一个美债的基金爆仓了，它只是卖掉了60亿美债，美国的政府呢就紧急叫停了全球的关税了，这不就威胁到美国了吗？各位，我们不说日本敢不敢弄这个美国，我们假设他真的弄了这个美国，那么大量的去卖这个美债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对，美债是暴跌没错，但因为当天量的钱从美元换回这个日元的时候，这个日元也会暴涨啊。那么你可以思考一下，你是日本，你拿着1.1万亿的美债，但因为你的抛售先跌个50%嘛，然后当你把美元换回日元的时候，如果你日元也升值了50%，你这里呢还要去再亏50%，这样去算下来，你这1.1万亿美元呢就会只剩下2700多亿。还是那句话，你美债将会先亏一笔钱，然后你汇率再亏一笔，你日本哪一家银行能受得了呢？直接就金融危机了。然后你汇率暴涨，你日本卖的东西什么 Sony 啊、Toyota 啊就会变贵，变贵了就没人买，没人买，你这些日本的国宝企业就要倒闭了。然后你日本人全都失业，全都只能站在这里了，只能等政府去援助了。所以美国跟日本的利益呢，很早之前就已经绑起来了。也因为这样，日元才可以成为像美元、欧元一样的世界货币。为什么日本印钱印得比美国还要疯狂？但你10年前去吃一碗拉面是1000日元，现在去同样的地方吃一碗拉面还是1000日元呢？就是日本的物价除了最近的大米之外，很少会暴涨了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嘛，日本印钱，日本的钱是变多了，那日本的物价当然会涨啊。但是日本印的钱，它现在不是流到日本人的手上啊，而是流出去到美国人的手上啊。日本印钱很大一部分呢，都是用来买美债美股的呀。而这套开印钞机把钱借给自己花的玩法，也就是量化宽松，其实就是日本人他自己先用的，然后美国08年才跟着用的。日本就是印钱这套玩法的始祖，也就是试验品了。但为什么全世界只有美国跟日本可以这样去印钱，然后长期不收利息借给自己花呢？为什么越南不行，台湾不行呢？比如说之前这埃及呢也跟着印钱嘛，然后呢它的钞票就直接贬值了70%了。土耳其又更惨，贬值了90%，也就是你5年前你在土耳其赚了100万，5年后你这个钱就只值这个10万了。所以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随便印钱了，因为其他国家印钱都是给自己印的，但是日本印钱是给美国印的。比如说土耳其印的钱就只能在自己国家里面去花，所以物价就飞涨了，也就是说钱就变得不值钱了。然后为了把这个通胀打下来，他就要去升息。印钱加上这个升息呢，那么你的这个政府欠的钱就越多，还的利息就更多，然后就真的崩盘嘛。然后全世界都不用它的货币，那么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去做空它的货币，最后呢就可以抄底他们的矿产啊、能源啊、铁路啊之类的资源。但日本不一样，日本印完钱都换成美元去买美股美债了，等同于是第2个美联储了。美国如果真的把它玩死了，那么谁来帮华尔街印钱呢？而且日本我去配合美国的这个选择呢，好像也很不错啊。刚才也说了，日本是全世界第4大经济体，物价又不高，还能有人保护，而且美国还允许日本印钱，然后到全世界买，然后日本就成为了全世界海外资产最大的国家。但如果日本去反抗呢？当年美国呢也允许日本去买下美国无数的资产，但是一个广场协议，这些资产又被美国低价买回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日本合作，那么可以让你拿着12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，但这些资产不是你的，只是美国资本家养肥的羊交给你来保管。只要你去反抗，你的这些肥羊就会被宰。当年美国一个广场协议就让日本失去了30年了，那你会怎么选呢？当子公司呢，还是独立拆分出来呢？所以重中之重就来了，美国的资本家是怎么存钱了？22年的时候呢，我美国升息，你日本负利率，你还去印钱，那么我美国的资本家就在你这里借钱，然后拿去买美股美债，用你日本的钱躺着去赚着美国政府5%的利息。而现在呢，日本宁愿让自己的日债卖不出去，也准备要去升息了，让日元升值了，其实就是告诉全世界，美国的资本家的钱其实已经存的差不多了。只要日本继续升息，日元继续升值，全世界以前从日本借的钱就会被抽回日本，
而其实从去年3月日本第一次升息开始呢，就已经在抽钱了。日本第一次升息，美股跌了6%，第二次呢，美股跌了10%，第三次也就是今年，美股跌了20%，然后全球股灾。那么准备来的第4次呢？所以我们预期日本的第4次升息或者是第5次升息，全世界未必就能顶得住了。而日本也很明确的告诉你，它升息的概率很大了。所以下一次的日本升息将可能是全球资产见底的时候，而美国资本家就可以拿着这些年囤的钱去抄底这些贱卖的资产。也就是说，日本只需要让日元不断升值，央行不断的升息，就可以配合美国去制造金融危机，从而去收割大多数的普通人了。这种情况呢，跟97年、00年、08年的前夕何其的相似啊！这场日债危机，它绝对不是简单的日本自己的经济问题，它的背后是日本怎么去配合美国，进行一场影响全球金融格局的大动作。而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做的，就是先准备好，想一下办法去避险，同时去统一一下你我之间的语言，把我整套投资的思维和方法搞清楚，然后一转身为你自己所用。等到时机成熟了，就果断去出手。所以还没看股票投资班的，趁着现在还是免费，趁着现在里面还送福利，趁着现在还没有下架，赶快去看吧。好了，今天这部影片，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你听不懂了，我建议你把我前2-3期的影片看完。这里我说几句啊，就是我影片的逻辑呢都是环环相扣的。你不看之前的影片，有人就可能会觉得我在马后炮，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说了，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，这样会很烦，影片也会很长。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集。而最近的局势呢，只会更加动荡，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。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了？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，将会是重中之重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，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，拜。